想到，平時看起來聰明又淡定的譚松韻，遇到這個遊戲之後，竟然也要開始瘋狂動腦了。8月19日，兩小姐的便利貼突然更新了一期超有意思的 postcard， 而這一次，兩小姐譚松韻 7 直接進入海豚訓練遊戲 Yes or No 的特別版本，沒有大型舞台，也沒有複雜的劇情，僅僅是一場看似簡單的猜謎遊戲，卻硬生生把譚松韻的可愛、聰明，還有那一點點不服輸的小性格全部暴露了出來。而最有意思的是，這個遊戲真正考驗的並不是誰的反應最快，而是誰能夠從一堆看起来毫無頭緒的信息裡面迅速找到真正的答案。這對於譚松韻來說，顯然不是普通的娛樂小遊戲，因為兩小姐一旦認真起來，那個狀態真的不一樣。面對一個又一個奇奇怪怪，甚至有些離譜的任務，她需要不斷分析、判斷，再根據對方給出的 yes 或者 no 一點點縮小範圍。聽起來是不是很簡單？但真正玩起來才發現，這個遊戲完全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。你以為自己已經猜到答案了，結果一個 no 直接把整個思路推翻，剛剛建立起來的邏輯瞬間崩掉，然後只能重新開始。這時候最考驗的就是一個人的耐心和腦回路，而譚松韻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出現在這裡。他並不是那種一遇到困難就直接放棄的人，相反，他越是碰到奇怪的問題，越容易進入認真思考的狀態。於是畫面就出現了一種非常反差的感覺，明明是一場輕鬆的娛樂遊戲，但兩小姐的表情卻越來越認真，仿佛不是在玩遊戲，而是在解決一道必須攻克的難題。而這也讓網友再次發現，原來譚松韻的聰明並不是那種刻意表現出來的聰明，它更多時候是一種很自然的觀察力和反應力。尤其是當遊戲進入真正燒腦的環節之後，那種認真分析的模樣反而特別有意思。不過，比起最後到底有沒有猜對答案，很多人真正關注的還是他在遊戲過程中的那些小表情。因為譚松韻只要一笑，整個畫面的氣氛立刻就變了。前一秒還在認真思考，下一秒突然露出一個藏不住的笑容，那種感覺就像是他可能已經發現了一點線索，卻又不能直接說出來，於是只能一邊憋笑，一邊繼續觀察。這種自然的反應，也正是兩小姐系列一直以來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。從旅行明信片到海邊隨拍，再到各種輕鬆互動，這個系列並沒有刻意制造距離感，反而更像是把鏡頭拉近，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生活化、更加鬆弛的譚松韻。此前，兩小姐的 postcard 已經持續更新了不少內容，工作室也會通過這個固定欄目分享譚松韻的日常碎片、自拍以及輕鬆狀態。近期的夏日海風系列同樣引發了不少討論，網友特別喜歡這種沒有過度包裝的自然感。所以這一次的海豚訓練遊戲其實也延續了同樣的感覺，沒有過度煽情，也沒有刻意制造所謂的大型名場面，就是一個簡單的遊戲，一個認真思考的兩小姐，再加上一些猝不及防的小表情，但偏偏就是這種簡單，最容易讓人覺得真實。當然，這個遊戲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，那就是任務紙條。看起來只是一張小小的紙條，但裡面隱藏的任務卻沒有那麼容易被看穿。也就是說，就算兩小姐偶爾露出可愛的笑容，也不能說明她已經暴露答案。這就讓整個遊戲多了一點心理戰的味道。你在猜他也在想辦法不讓你猜到。而且越是聰明的人，越容易在這種遊戲裡陷入自己的逻輯。因為當一個人開始不斷分析的時候，很容易想得太多。一個問題可以產生3個方向，3個方向又可以產生6種可能，最後越想越複雜，然後突然發現自己是不是想多了。這恐怕就是這類 Yes or No 遊戲最讓人上頭的地方。它並不需要複雜的道具，卻可以讓參與者不斷陷入自己的思維迷宮。而譚松韻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那種認真勁兒，也讓整個視頻多了一種很特別的喜感。尤其是他偶爾藏不住的小表情，更是讓人忍不住想說：梁小姐，你真的確定自己是在玩遊戲嗎？還是已經開始認真破案了？
不過，如果真的把這場遊戲換成現實中的猜謎比賽，我甚至有點懷疑譚松韻的勝負慾可能會慢慢被激活。因為很多時候，真正有趣的不是贏不贏，而是當你覺得我一定能猜出來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事情根本沒有那麼簡單，然後不服，再來一次，還是不對，繼續。這就是娛樂遊戲最容易讓人上頭的地方。而譚松韻身上那種自然、不做作，又帶着一點小小執着的氣質，剛好特別適合這種互動。難怪粉絲看到這種內容之後，總會忍不住開玩笑，如果換成自己參加這種遊戲，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好的脾氣。畢竟，眼前的信息如果全部看起來亂七八糟，正常人的第一反應可能就是……等等，先別說答案，讓我冷靜一下，然後5分鐘之後徹底破防。所以有粉絲甚至開玩笑說，如果自己參加這種遊戲，可能90%都是戰鬥血統，剩下10%全是莽進。不得不說，這個形容實在太有畫面感了。但這也恰恰說明，大家喜歡看的不僅僅是明星本身，更是明星在這種沒有劇本感的輕鬆場景裡會呈現出怎樣真實的一面。鏡頭裡的譚松韻可以是劇中的角色，可以是舞台上的藝人，也可以是認真玩遊戲突然笑場的兩小姐。而最後這個版本最可愛的地方，也許就是聰明是真的，可愛是真的，認真是真的，偶爾被奇怪任務繞進去也是真的。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因為明星距離大家很遠，但一個突然的笑容，一個思考時的小表情，瞬間就會讓這種距離感消失。這也是為什麼兩小姐的 postcard 這種輕量化內容會越來越有自己的辨識度。她沒有刻意告訴大家看，這裡有一個明星，而是在很自然地說，今天兩小姐又來給大家寄明信片了。有時候是海邊，有時候是自拍，有時候是一段旅行碎片，而這一次則是一場讓聰明兩小姐也不得不認真起来的 Yes or No。 如果是你參加這個遊戲，你覺得自己能堅持到第幾題？是冷靜分析型，還是3秒鐘之後直接開始懷疑人生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譚松韻真的和你面對面玩一次這種遊戲，你覺得最後到底是誰會先破防？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。也許下一次兩小姐的 postcard 又會出現更加離譜、更加可愛的名場面。畢竟誰也不知道，下一張明信片裡會不會又藏着一個讓兩小姐瘋狂燒腦的新任務。而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，只要兩小姐繼續更新，網友們大概就會繼續準時收明信片。因為有些明星新聞需要追熱點，但譚松韻的可愛日常只需要負責接收。這一次是聰明兩小姐挑戰 Yes or No， 下一次又會是什麼？我們拭目以待。